你不用这样可是你看他这这样子看着我，他这样看着你不喜欢，你可以走掉啊，你可以走掉啊。如果我不要他这样子做，你看我的手。到最后，原来问题根源是我。你要给他 work around。Alright, okay, done. 我们常说狗狗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，但我们有没有真正去了解它们？我们对待它们的方式又正不正确呢？今天我们就一起进入狗狗的世界，一探究竟。我是李安，是一位广告文案策划员。然后过后，这是我的二女儿，她叫琳琳，就是因为她是 MCO baby， 她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带回来的一个小孩子。因为长期跟我一起 work from home 的关系，所以他有点蛮依赖我的。然后现在因为我也必须要出去工作了，可是就发现到他有了这个分离焦虑症，就是每一天当我要出门的时候啊，或者是他都会自己在家一直吠，然后过后平时我在家的时候呢，他也是对我是形影不离，我去到哪里他都会跟着，就导致到我生活上跟工作上是有一些被打扰到啦。是啊，就这样哦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的大女儿 Bobo， 今年8岁。那她就是我在8年前养的一个小宝贝。只是她有一个小缺点，当她要那样东西的时候啊，她就会求你，然后就会要你去摸她，或者是给她食物，或者是去陪她玩。所以她的个性是有点霸道小女生这样子的。欢迎收看我的毛朋友，今天我们就请到专业的驯兽师来到现场，去跟我们聊一聊，分享一下，看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法。反倒是我会比较担心它的健康，因为其实兽医有和我说过，博美它本身的心肺能力就不大好，然后再加上它长期在一个很紧张，对，很紧张，然后过后一直去飞的这个状况下，其实会导致到他的心肺能力更加不好，所以我反而是会担心他的健康啊，所以我也希望今天可以有一些小办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请出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，我们的驯兽师 Dave。坐在我旁边就有 Dave， 让我们欢迎 Dave。Hello， 大家好。Yeah， 我刚刚就跟李燕聊到，我以为我们只有像心灵沟通师啊，或者是兽医，我觉得那种驯兽师是负责驯兽，可能是警犬、小搜救犬那一些。对，我不知道是原来我们的家犬是可以有驯兽师来训练的。其实训犬师里面有分很多不一样的训犬师，有些训犬师就training canine 的狗for 那种救人啊 ，search and rescue 啊，那种 drug detection 啊，有些训犬师就专门训练那个狗狗去比赛啊。好像我们这一类的训犬师呢，就 focus more on 狗狗性格纠正，好像你的狗有什么问题啊，怎样去纠正它的问题啊，怎样帮助主人可以控制好他们的狗狗。OK。因为而且他很厉害，他是我们马来西亚最年轻的驯兽师，然后拿到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。那个时候是几年？在我16岁的时候，我就拿到了这个马来西亚最年轻的专业训犬师。OK， 你现在几岁？28岁。好厉害哦！很厉害，28岁的年轻。所以你知道刚才他有说一个很让我蛮惊讶的，他说他现在他有去训练 TMB 的人，怎么样不给狗追？哇，这个很特别嘞。对，因为马来西亚
60-70%的种族是马来人。其实我们也很感激我们的政府 TMB 啊，包括我们的 Syarikat RA， 他们会想到这么样的一个课程，去让他们的同事们懂得保护自己，同时也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狗狗们。我这个问题的话呢，我有一些朋友跟我讲，是不是不跑就可以？可以这么说，因为老人讲没人讲，看到狗不要跑，你一跑的话，它一定会追你，是因为它觉得它赢了，所以它赢了，它一定会追你。可是它追你不一定是它要咬你，有可能是因为它要玩，还要炫耀啊。因为 animal 是 alpha animal 嘛，when 你 show alpha animal 点你很弱的时候，这个 animal 就会爬上去，让你知道它可以 take over 你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养宠物的都让宠物变成 alpha， 然后他们都变成 follower， 就像我和你一样。包括我刚刚想要讲，包括我们，因为今天李安有遇到一些问题，然后我一直在想说，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变成他的 follower。李安呢，今天就是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。主要是2个，一个是他很黏我。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他对外界的东西太警惕了，就像刚才那样，只要有人进出，他都会一直去吠。OK， 你看，其实你的狗狗有的问题是我们所说的分离焦虑症。通常狗狗有分离焦虑症的这个症状，它们会对外界的东西特别敏感。首先，也可能还要保护好自己，或者是还要保护你。他会觉得经过你家、经过你的人，都是想要去伤害你的。是因为我们养狗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儿子、女儿。对，每一只狗都是我们的儿子，就是女儿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这个儿子跟你现实上的儿子是不一样的哦。现实上的儿子是2个脚走路，这个是4个脚。所以，如果你把这个4个脚的儿子一直怀在你的怀里中，你的这个儿子基本上不会懂得怎样活在他自己的世界。怎么说呢？在狗狗的世界里面呢，狗狗是没有一只狗在一起的。你看到一只狗，基本上你会看到很多狗。你看到一个羊，你可以看到一群羊，群居动物。对了，狗是一群的动物，只是在现实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会开始拿一只狗回来养，对吗？所以狗狗要得到这个分离焦虑症，其实是很容易的。要改掉这一种情况，其实并不难。第一，你先要有一个狗狗自己的地方。你需要房间吗？你需要房间吗？可是如果你的狗狗没有房间，如果你一个现实上的儿子2个脚走路了，你是不是会想，以后我的儿子要有自己的房间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因为今天我们是在宠物餐厅嘛，然后李燕也是有带了他2只狗 Bobo 和 Lin 来到这边，我们就花一点时间，因为可能在陌生的地方也没有办法看到他平常的在一些问题。像现在这种时机就对了，我们就观察一下，然后我们尽量的去让我们的驯兽师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用一些技巧、技术来给我们的观众学习一下怎么教。像刚才的推开，有一些可能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推开它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所以基本上你看那个狗这样子的话，你是不需要理它的。你不用叫可是他说那你看么多东西。他这样子看着我，他这样看着你不喜欢，你可以走掉啊，你可以走掉啊。来，你就跟着我走啊。你不要你的眼睛啊，不用一直这样子去看着他，可以住在他自己的情况下。你不要一直以为他不可以。可是你看他就会看你先 relax ，OK， 你再跟着我走。说你要坐下的好，你不要跟他讲那么多，你看着我。说如果你一直看着他，你觉得他一直要你抱，他一直要什么，你就会很心烦，把他抱起来。如果我不要他这样子做，你看我的手。OK。如果还是飞个不停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赶他。所以维纳他没有做这样子的动作的时候，你等，你不要去理他。你看啊，他走来走去是 OK 的。如果还是在你面前飞个不停，你顶不顺，你就可以去 correct 他。可是最好的方法还是等。你看到吗？他这样子的话，你看到吗？他已经没有飞，他已经没有讲哇，你 please 抱我 ，please 抱我，摸他，现在就可以摸他。对。OK， 够了。再走一下2下，不要给他这样兴奋先。如果你弄到他这样兴奋，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很兴奋起来。你不要一直想到他是不可以的，他是可以的。你先要把你自己放下，他可以，你告诉他，你看他可以去找别人，他也没有一直黏在你身边。有时候的话，站在你前面，对他要你去抱他，你就觉得哇，他很可怜，哇，我就要把他抱起来。
这样子他几时可以训练到他可以自己活在他自己的当下呢？好像他这样子很乖，我就跟他讲 good boy， 我就去摸他，去摸他，去摸他。你以为你做这他就可以自来讨你抱，不一定的。你不要一直想到他不可以这样。你看他现在做什么？你不要我了，他也没有拜。OK， 这一些拜拜啊，他不要我了啊，他不黏我了，不要跟他讲，不要跟他有这样多语言上的互动。你来了一个 cafe， 你的目的就是没有东西啊。你看啊，他来不一定是要讨你抱，他来也不一定要抱。你看这样子很好啊，你可以不用理他。就是他平时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头的话，他就是一直维持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如果是你去玩，我就一直跟他讲你去玩。其实每一只狗的性格都不一样的，就好像人，有些人就比较开放，有些人就比较不喜欢跟人家沟通，所以你要懂得怎样去 work around with 那一只狗的性格，而不是那个品种。就好像不是每一个狼狗都会很凶，很多pitbull还是很 friendly， 要看回那个狗本身。OK， 好，那现在呢就已经是来到了我的家，所以就接下来就是要麻烦 Dave， 来帮我特训一下我的这个刁蛮公主琳琳，特训她，让她不要这么的黏着我。OK， 可以，没问题，可以吗？好吧。好，谢谢。OK， 首先呢，corner 可以是要在哪一个地方都可以，可是这个最主要的这个 corner 是要让个狗知道，when它在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是它的舒适的地方，它的房间。所以我们就拿这个位置做一个 example 咯。所以我们会去拿一个 playpen， 然后它的玩具、它的盆，然后把它放在这个 corner 里面，我会做给你看，所以我会让你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。而这个东西不是去锁着它，而不是去让它知道，你做错了，你进去。也在我的手上有这个东西，所以你把它放进去的时候，给它吃这个，然后拿那些它喜欢的那种 cheese 的东西啊，然后给它咬啊。在这个时候你就不用看它了，所以你就可以走掉，那看它在做什么。OK， 你不用看它，对，你在这边，你看它看不到你了。所以你看到那个狗，它没有出声音，接下来你就可以跑回去。可是它现在它是一直这样看着我们，因为它 OK， 你看狗很聪明，它知道我们在这边，它嗅得到你的味道。可是，一开始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那个狗没有吵，你就要去告诉它很好。OK， 现在你可以回去，很好，摸一下它。对了 ，OK， 然后再 try to 走掉。其实你走掉的时候，只是要给那个狗知道，我不在你的范围，你也不需要飞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再走掉多一次。等一下子，等几分钟，等一下子，你看到它 OK， 它没有一直去抓那个门，它很冷静，所以让它在等着你，这个已经是成功的第一步了。就算 even 的晚上睡觉也可以给它在这里。对呀，这个就基本上它的房间，虽然它没有师傅采样，它的房间就是这个。对，可是时间上呢，你就跟它玩下，一开始15分钟，过后半个小时，过后45分钟，过后1个小时，你不要一开始就放它这样子1个小时，先让它 enjoy， 那它 OK 了，你可以把它放出来，开一个门给它出来，叫它出来。对了，就基本上这个房间不是去锁它的，你看到吗？给它慢慢去 explore。对了。OK， 你可以站回起来，你不用一直陪伴它，你要给它 work around， 它就是一个这么 alert 的，它就是无论打雷啊、车经过啊，它都会。对。OK， 你不要动，站着。OK， 你站在这边。等。不要给它去，它 OK，reward 它，等一下子 ，OK， 摸它。对，所以通常有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用我的那个方法，咬一咬它，推一推它 ，OK， 狗狗的头颈身 ，OK， 这样子咬一咬它，推一推它。就是要稍微捏一下它的。对，所以你咬一咬它，你就把它推开，咬一咬它就推开。你看，碰一碰它推。OK， 等它停下来的那一刻，等多2小时，它没有做了，快点去摸它。
，OK， 摸它。对了，我们不可以只是纠正它，说纠正了它过后的那个过程，也要给它知道它很好。OK， 再站回起来，不要太久。OK， 你也可以走来走去，用理它。对，看它还会不会这样子飞。OK， 再停下来。对，等。OK， 不一定要去摸它的，不是每次它这样子你都要去摸它。OK， 看到吗？还没有飞哦，再等。啊，有摩托的声音哦，有车的声音。你会看到它慢慢会不敢一直冲过去哦，它的动作已经开始慢了，它没有那个很凶猛的下去，还是收到，它知道哎，我不可以。有时候啊，你也可以在 TV 啊开一点 YouTube 打雷的声音，小声，给它是习惯，因为这一种声音，它听到，可是它不知道从哪里来，它以为要来伤害你，它以为要来伤害它，但是它很 aggressive 的就冲过去，坐下来也可以，你就不用理它，对，等。他平时在家就是会这样子一直。所以如果你不要的话，你就把它放进去哦。你可以把它放进去，现在给它进去它的自己的房间，你 try。OK， 带它进去。OK， 你抱它进去，关那个门。对了 ，OK， 坐着，看到吗？它就可以坐在它自己的地方，你可以坐在你自己的地方，久而久之它就没有问题了。你一定要先放开你自己，告诉你自己，你可以改，他也会改。好，所以其实到最后原来问题根源是我。其实我还蛮惊讶的，关于这个Dave 的他的这个教导方式，因为首先我发现了我自己真的是一个慈母多败儿，然后过后，可是同时间我也真的是觉得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其实与其说是要改变我的毛孩们的一些行为，倒不如说是我必须要先改变我的一些心态跟行为。是吗 ？No， 没有摸摸。他平时是还会抓。如果他抓你的话，你就要control他。不要管他。等，你跟他讲太多话了。你看，你要 handle 那只狗的时候啊，你不要一直跟他 no， 你不可以这样子啊，不要摸摸啊，这一些都是习惯的。对，因为你还每一天这样子躺下去，你都会去摸它嘛。所以这一些都是一个习惯的。所以when他有这个习惯，他一直会有这个习惯的。when他不要，你才要；when他要的时候，你不要。他其实是算是我生命中第一只真的把它当作是 baby 这样子来养，含辛茹苦养大的一只小毛孩。我其实很谢谢他的出现，他有8年的时间，然后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的一些生活上遇到一些问题啊，或者是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东西，其实都是这个小女孩在跟我一起分担跟分享。她今年已经8岁了，很幸运的是，每次去兽医的时候都说她还很健康，可是身边还是一直有人跟我说，狗狗的寿命不长啊，它可能陪不了多久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就叫我你不要这么疼它啦，不要这么它只是一个畜生啊，不用这么去宠它。可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这个小女孩她是我的精神伴侣，然后她也是我的一个精神支柱，所以呀，她是我最得宠的一个大女儿。好像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我们头上就是骑摩托巴椅，皮肤都把你很想去摸它。对，我他现在就是一个，你平时都在开始摸我了，怎么今天没有摸呢？你看，好像我不要这样子做，碰一碰它，它就走了。
哎，他进去睡觉然后了。他讲 OK 好，你既然弄我，我就进去睡觉，不要理你。有时候你告诉他你不喜欢，他回到去他自己的安全的地方，这个下面你可能是他自己安全的地方，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今天下来整个训练，因为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讲有什么期待嘛，那今天这样的效果，其实出乎我的预料，因为他在家他本来因为她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一个小公主，我的家人都很疼她，所以她在家是无法无天，没人敢骂她。一开始刚才其实我看你这样去哄她的时候，我个心有赤。其实正常，因为很多人不明白一个真真确的纠正那个狗的方法是什么。所以when我们做出咬一咬它的时候，有些人他会觉得，这我的狗会被吓到，这么你咬一咬我的狗，所以他不明白，因为狗狗的妈妈就是咬它的颈，咬它的身，希望它知道，你听啊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啊。而且刚刚在来这的路上，我也是有听到李燕有问到 Dave 一个问题，就是狗会不会记仇这件事情？就我这样对它，然后可能它就会生气我，对，其实狗的mentality 是没有我们人这样 complicated 的，是我们复杂化。对，所以狗狗是一个很简单，可是你看啊，每一次你看我纠正那个狗过后，接下来我告诉你做什么 reward 它。有 corrections 一定要 reward， 要不然的话你只是去纠正它，可是他不懂你纠正的是什么。你纠正它过后，它停了，你一定要去 reward 它。我每天骂你，你可以吗？有时我要奖赏下你嘛。可是 for 狗狗就不一样，你纠正它过后，你的奖赏一定要在同一时刻。它飞，你推开它，它停了，你就要 on the spot 去摸它，让它知道它很好。那最后我又想问一个问题，像今天下来的所有要解决的问题里面，你觉得李恩是属于几分的养狗的主人呢？我觉得每一个养狗的人有心要去训练他的狗，有心要去让他的狗更好的生活，都很值得拿10分。虽然他的方法错了很多，可是他必定已经踏出第一步，要把他的狗狗的性格整理好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棒的一个owner。OK， 所以爱护动物有那份爱心，对，就是很好。哇，10分哎！谢谢。也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李安，然后抽空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专业人士训犬师 Dave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